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皮。保姆世界其实并不是动画中那么美好，实际上 GFC 有意的想设置一些恐怖的都市传说，而这些在玩家中广泛流传。今天我就来捞一捞那些恐怖的都市传说吧。克拉克拉是死了母亲的小袋农，袋农只有雌性，这点我们都知道。图鉴中说，他的孩子需要在他育儿袋中生长3年才会成年，但是游戏中哪怕是 Mega 进化，袋农也是指母子2个生命体，并且有 Mega 袋农母亲被击败，孩子也失去 Mega 能力的常见，所以看上去他们是共用能量的。而克拉克拉的图鉴介绍说他会携带死去母亲的头骨，但其实克拉克拉的样子和小袋农没有啥太大的区别。有人就猜测克拉克拉是不是其实就是死了母亲的小袋农，毕竟我们在动画中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落单的小袋农，所以有些人就合理的推测死去母亲的小袋农因为不能融入群体，于是自己就脱离出来成为了克拉克拉。而克拉克拉进化型嘎啦嘎啦，性格非常凶暴，这也就能理解成因为从小缺失母爱，所以才变成这样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合理呢？并且阿鲁拉地区出现地区形态，阿鲁拉的嘎啦嘎啦可是火系加幽灵系的，死亡的嘎啦嘎啦母亲也许能够用这种永生的方式永远陪伴宝宝了。哦，鬼斯通吃到皮尔西才会进化吗？耿鬼和皮尔西的轮廓非常相似，这还不能说明什么。耿鬼体重为4.5千克，但退化型鬼斯和鬼斯通体重仅为0.1千克，多出来的40千克正好是皮尔西的体重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说法：鬼斯通吃掉一只皮尔西进化成耿鬼，而且当时耿鬼是幽灵系，皮可西为一般系，双方都无法攻击到对方。但是第60代皮可西变成妖精系，这个传说就不攻自破了。3. 蔓藤怪其实是初代女主哦。蔓藤怪实体不明，看上去是被什么植物缠上，而奇怪的是她的脚上还穿着红鞋子，诡异的很呢。原本初代游戏女主是男主邻居，有人推测是她掉到湖里淹死了，变成了蔓藤怪，但这种说法并不值得推敲。当时只是 GF 的技术力不够，没办法做这么多内容，所以没有女主选择，之后就有了。4. 明神姐是人鱼宝可梦的后代。明神姐图鉴里说她的声音和人类一模一样，但是人类无法读懂她的意思。根据其他细节，比如珍珠钻石游戏中图书馆资料可以发现，有人类和宝可梦结婚了，既然结婚了，那必然要做一些大人才能做的事情嘛。而明神姐大概率是人和宝可梦后代，因为出现意外的裂种就被丢到雪山里去了，才有了冰系和超能力的属性。5. 派拉斯特是僵尸吗？他退化型派拉斯是只类似螃蟹的宝可梦，背上长了一个蘑菇，降成派拉斯特之后，双眼变成死亡的白色，并且包子已经占据了整个背部。根据现实中存在的冬虫夏草等金元虫的例子，自然而然出现了派拉斯进化成僵尸的说法。不过图鉴明明白白说了，派拉斯的营养大部分被蘑菇吸取了，派拉斯的意志已经被蘑菇完全夺取，底下虫子基本上已经死了。本体是蘑菇，如果蘑菇掉落，它就不会动了。已经写出来了，这就是个僵尸啊！不过似乎这种设定会吓小朋友。动画以及不可思议的迷宫系列，帕斯特说自己有2种意识，类似于3地鼠、3合1磁怪、3头龙那样多脑的存在。这种解释看起来更容易被接受吧。6. 百变怪是梦幻克隆的失败品。这一点已经说过了，百变怪和梦幻的颜色一致，并且异色的颜色也一样。百变怪能够和几乎所有的宝可梦生蛋，这点可能就是因为梦幻拥有所有宝可梦的基因。初代宝可梦能够在华安洞窟遇见，那里正是超梦居住的地方，所有百变怪就是人造宝可梦，但是克隆梦幻失败品的说法。不过百变怪如今的地位看上去也不算失败品，大部分宝可梦黑鱼窝都需要它。7. 暗示奥战的3神柱。宝石版的地图就是以日本地图为原型，这3只宝可梦的地点就是奥战被美军空袭的地点。雷吉洛克是大分111号道路端附镇，雷吉艾斯是长崎155号水路凯拉市，雷吉斯奇朵则是宫崎120号道路日语卷市，并且这些宝可梦都能回忆技能大爆炸，使用毛文残召唤。雷吉的意思就是原爆，虽然这已经是几乎实锤的暗示了，但是在加莱地区会出现新的2种雷吉个体，它们代表什么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以上就是有趣的都市传说了，我这还有一些没有介绍，大家可以补充。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期见。